如果说悬疑烧脑有段味道的，那么这部剧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王者中的王者。它就是由暗黑团队亲手打造的烧脑神剧1899，里面宏伟的场景绝对会让你脑洞大开。故事发生于1899年的4月17日，一艘载满移民的普罗米修斯号货轮行驶在大西洋时，意外与陆地失去了联系，它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一样离奇的消失在了海面上，从此再无音讯。4个月过后，就在人们快忘掉这起灾难事件时，又有一艘载满移民的贝鲁斯号货轮从起始点伦敦开往纽约的路途中，意外经过了普罗米修斯号失踪的这片海域。殊不知正是这一决定，会将整艘船上的乘客陷入一场灾难之中。因为在当时阶级分层严重，穷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在锅炉房做着最底层的工作，才能换取前往纽约移民船的船票。而拥有高贵地位的富人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坐在豪华餐厅里享用着美食。他们有的是来自英国的贵族皇子，有的是伪装成日本歌姬的外国女人，而他们之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想尽快地抵达美国获取一个移民身份。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藏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在一行人吃着美食幻想着美国生活时，突然一个下等的穷人不知何时闯入到了富人吃饭的餐厅。男人非常有礼貌地询问到这里是否有医生。他的姐姐怀有7个月的身孕，此时正突发紧急情况，如果不进行急救，很可能会遇到危险。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男人跪在地上不停地向着周围的人求救。可此时的富人们却像是没听到一样，继续品尝着手中的美食，他们才不会在乎一个穷人的死。就在船员将刚才的男人拉到甲板上准备扔下大海时，拥有富人身份的丽莎从身后跟了上来。在他的劝阻下，船员最终给了男人一次警告，如果再敢擅自闯入富人区，他就亲手将男人丢进大海，紧接着将他推进了低等舱。看着船员关上铁门朝着休息室离去，丽莎打开铁门叫住了男人。他是一名拥有临床经验的医生，所以想帮他拯救怀孕的姐姐。在男人的带领下，丽莎来到了穷人居住的仓库，而躺在床上的则是痛不欲生的孕妇。为了搞清楚疼痛的源头，丽莎利用一个简易的杯子来当作听诊器。在发现胎儿还有心跳后，她当即判断出应该是胎位不正所产生的脐带缠绕，如果不及时的纠正，后果不堪设想。在下手前，丽莎让孕妇一定要忍着剧痛，接下来的过程会异常的艰难。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母子将会得到平安。伴随着娴熟的手法，丽莎最终成功的将胎儿复位。事后的她拽了拽袖口来掩盖手上的伤痕，离开了舱内。当丽莎来到货轮的甲板上时，船长马特早已等候多时。他指责丽莎不应该擅自前往穷人区，如果再敢有下次，他一定会做出惩罚。还没等马特把话说完时，手下的船员突然急匆匆地找到他递上了一封电报。在过去的20分钟里，他们不断地收到一串神秘信号，船员怀疑这很有可能是4个月前失踪的普罗米修斯号所为。于是一行人赶忙来到驾驶室里，对神秘代码进行了解析。最终他们得到了一个具体的定位，可奇怪的是，为何只有定位却没有其他的求救对话？这让马特感到有些疑惑。如果真的是普罗米修斯号的话，那么水流应该是把他们带向北方，而不是南方。这里肯定有着什么秘密。在深思熟虑后，船长马特最终决定改变航线，朝着电报上的定位驶去。虽然自己不确定是否是普罗米修斯号，但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那艘失踪的货轮对自己很重要。伴随着船员们改变航线，朝着反方向驶去，马特来到富人区，将这一消息告诉给了众人。他知道大家此时的心情肯定恨不得打死自己，他们都是花光了所有积蓄才获得前往纽约的船票。如果在这次路途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马特担不起这个责任。但尽管无数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自己，马特最终还是选择自己的决定，毅然决然地改变航线前往定位一探究竟，自己才是这艘货轮的负责人。在吩咐完决策后，马特来到甲板上与丽莎一起等待着航行的结果。他们都希望那个求救信号是普罗米修斯号所为。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漫长等待，贝鲁斯号成功抵达了电报上的定位，而不远处则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艘和他们一样的货轮，这更加确定了马特的猜测。随着信号枪亮起，一行名为普罗米修斯号的代码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为了以防万一，副手建议马特先将这一消息汇报给总部，等他们派人支援再做进一步救援。可此时的马特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他立马下令派出一艘救生船前往普罗米修斯号一探究竟，紧接着来到船舱询问到是否有人愿意跟自己一同前往。在商讨了一会后，丽莎和几名乘客坐上了救生船。普罗米修斯号上有着他们的亲人。来到目标货轮，船长马特在登上甲板前留下了一名船员看守在救生船上，随后称如果他们一行人在1个小时后没有回来，让男人立马游回贝鲁斯号求救。在吩咐完命令后，马特带着众人来到了失踪4个月之久的普罗米修斯号上。可当他们进入船舱时，远在贝鲁斯号的副手发现控制室里的电报机突然停止了求救。显然此时普罗米修斯号上的求救者发现马特一行人上了他们的货轮。而此时另一边的马特带着众人来到了船舱的内部时，发现里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海草，根本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可下一秒，地上的一截丝带引起了马特的注意，上面的绣花根本不像是旧物，反而像是最近才留下的。这给了马特一个信心，
于是几人来到普罗米修斯号的控制室，准备一探究竟。可当他们望向桌子上的电报机时，机器早已破败不堪，根本无法发送求救电报。显然他们之前收到的神秘定位根本不是普罗米修斯号所为。而此时的另一边，一个男人拖着湿透的身体爬到了贝鲁斯号上，没人知道他究竟是谁。望了望身后的普罗米修斯号，男人径直走进了贝鲁斯号。丽莎一行人在发现控制室里没人后，于是又决定去餐厅再找找，可能里面还有幸存者。跟随着地上的七星瓢虫，他们来到了一个柜子的面前，而上面不知何时被人插入了一根铁棍。下一秒，从柜子里传来了一阵敲击声。谨慎的马特拿起手枪准备随时反击。等丽莎打开柜子的大门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目光呆滞的男孩。只见男孩站起身子，径直来到了丽莎的面前，随后递上了一个类似金字塔一样的东西。一脸疑惑的丽莎只好收下男孩给自己的礼物。而此时另一边的贝鲁斯号上，刚才的神秘男人来到了1011号房间停了下来，这个正是丽莎的门牌号。随后他又往前走了2步，来到了隔壁的房间，蹲下身子将七星瓢虫放入到房间里。下一秒，门锁竟离奇的解除，随后男人走进房间，关上了大门，而上面标注的却是1013。晚上贝鲁斯号上的所有乘客便都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大家纷纷从睡梦中惊醒，而马特手里拽着的发带正是他死去女儿的遗物。他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普罗米修斯号的货轮上。就在马特拿起抽屉里的酒精来压抑自己悲痛的心情时，手底下的助手意外敲响了房门。原来就在几分钟前，公司总部给他们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可令男人感到不解的是，上面只写了沉船2个大字，没有其他过多的介绍，并且自己刚才也尝试了与总部进行联系，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不仅如此，助手还发现了一个比沉船还要糟糕的事情。自从他们昨晚遇到了普罗米修斯号，怪事便频频发生。首先是控制室里的所有罗盘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都发生了故障，没有了方位，他们很可能会被困在茫茫大海之上。并且当马特掏出口袋里的指南针查看定位时，里面的指针也在不停地晃动。显然他们此时真的是遇到了什么怪异的事情。紧接着一旁的船员猜测到是不是普罗米修斯号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理说消失了4个月之久，船上的上千名乘客都离奇的失踪，只有一个男孩活了下来，并且白天的总部也命令他们将普罗米修斯号炸沉，一个接近5万多吨的庞然大物，光是卖废品的话都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身为商人的总部不可能不知道这一道理，种种迹象都表明普罗米修斯号上肯定有着什么秘密。于是马特来到富人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在普罗米修斯号上失踪的乘客没有调查清楚前，他们不能袖手旁观。于是马特决定利用贝鲁斯号的牵引将普罗米修斯号拖回目的地，但由于船内没有足够的煤炭来提供动力，所以他决定取消前往纽约的航程，原路返回伦敦。在听完马特的决定后，富人们纷纷指着他破口大骂，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花光所有积蓄才购买了这次移民的船票，并且有的人还欠下了巨额债务，一旦回到伦敦，他们很可能小命不保。所以大家极力反对马特的决定。尽管在场的1611名富豪都表达出抗议，但马特根本没有理会他们，毕竟自己才是这条船上的主导者。当马特宣布完命令回到房间时，无意中发现一个女人出现在了走廊上，而对方的样貌和自己死去已久的妻子一模一样。伴随着一阵女人的歌声，身后的房门突然打开。当马特走进去时，映入眼帘的正是自己的妻子和3个女儿，而对方头上的发带和自己在普罗米修斯号上发现的一模一样。看着死去已久的女儿出现在眼前，马特忍不住的流泪。就在他将女儿拥抱在怀里时，对方的身上突然散发出一团火焰，将马特震飞了出去。当马特站起身子时，发现四周都堆满了被燃烧殆尽的木炭，这里好像就是当时女儿被烧死的房间。跟随着地上的七星瓢虫，马特爬进了地上的烟囱里，没想到管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楼梯。跟随着楼梯的方向，马特来到了管道的尽头，打开木板，上面刻着的是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当他从里面爬出来时，发现此时处在的正是自己的房间，这让马特感到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床底下竟一直藏有一个密道。而此时另一边的丽莎在将男孩救下来后，准备给他梳理下头发，可就在丽莎扒开耳窝时，发现上面刻有一个金字塔一样的图案。下一秒，男孩一把抓住丽莎的手，死死盯着丽莎，紧接着做出了安静的动作。伴随着一阵敲门声，丽莎来到门口打开了房门，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时，马特直接从外面走了进来，一把抓住男孩，将他按在了墙上。因为自己女儿的发带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了普罗米修斯号上，而男孩则是唯一的幸存者，这里面肯定有着某种联系。为了不让男孩受到惊吓，丽莎一把将马特推了出去。等反应过来的马特对自己刚才的举动表示道歉，他太过于激动。就在马特离开1011号房间时，昨晚出现的神秘人站在了丽莎的面前。只见对方二话没说，直接叫出了丽莎的小名。不仅如此，他还对丽莎的习性非常熟悉，像是认识她很久的样子。可丽莎并不认识杰克，于是走进房间，关上了大门。从门缝中，
杰克看到了普罗米修斯号上的那个男孩，对方也看到了杰克。随后他蹲下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七星瓢虫，而一个穷人的小女孩则被虫子所吸引，跟随着七星瓢虫的方向，他来到了货轮的甲板上。可下一秒，杰克出现在了小女孩的面前，随着一声对不起3个大字，女孩消失在了甲板上。等察觉到不妙的马特跟着船员聚集在一起时，发现地上躺着的正是女孩的尸体。转身望了望身后的普罗米修斯号，马特让在场的所有人一定要保守今晚的秘密，因为女孩是穷人的孩子，如果让他们知道穷人死在了富人区，肯定会发生暴乱。随后船长让副手指挥着货轮全速朝着伦敦驶去，一定要在他们发现尸体前顺利抵达目的地。可就在马特刚下达完命令时，突然感觉到一阵颤抖，有人擅自降低了船速，于是几人赶忙前往外面查看情况。等他们来到货轮的甲板上时，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大片雾霾，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的天气突然变成了伸手不见五指，一切都在瞬息之间。先是控制室里的罗盘失灵，然后又是雾霾无法航行，副手不得不怀疑这一切都是普罗米修斯号在作祟。为了控制住局面，马特只好先让副手指挥着货轮原地待命，等大雾散去再继续前进，自己则带着丽莎来到了1011号房间。地上从普罗米修斯号获得的丝带，马特将这些天诡异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这个丝带原本是他去世已久女儿的遗物，但不知为何会出现在普罗米修斯号上。更加诡异的是，他在昨天亲眼看到了死去已久的女儿，最后自己跟着七星瓢虫的踪迹从床底下的密道爬了出来。身为贝鲁斯号船长的他，对船体的任何结构都了如指掌，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为了查明真相，马特邀请丽莎和自己再次前往普罗米修斯号，相信那里肯定有着上一任船长留下的日记，到时候一切的谜题都会随之解开。I'm coming with you。在获得丽莎的回应后，马特将她带到了存放救生船的仓库。就在两人踏上小船时，身旁的船员一把将他拦了下来。他希望马特能放弃普罗米修斯号，让贝鲁斯号重新回到正轨，前往纽约。现在做还来得及。可马特根本没有理会男人的对话，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前往普罗米修斯号的救生船。看着两人划着小船离开了视线，男人对着副手说了一句悄悄话：既然船长执迷不悟的想要逆天而行，那么就由副手来顶替船长的位置，控制这艘货轮。在看到男人离开后，副手来到角落的墙壁上，打开了里面的密码锁，紧接着按照电报上的图案输入了一串神秘代码。而此时身在1011号房间的男孩似乎感应到了某种召唤，拿起桌子上的黑色金字塔，随后径直地爬进了床底。另一边的丽莎和马特两人在滑行了几分钟后，来到了普罗米修斯号的内部。当他们来到船长的房间时，发现里面的布局和马特房间里的一模一样，并且床下也有一个带着金字塔符号的隧道。为了查明缘由，丽莎壮着胆子爬进了隧道内部。在搜寻了半天后，他们并没有发现有关船长的笔记。可就在马特用铁棍尝试着翻找失踪乘客的尸体时，意外发现了一本没有烧光的笔记。因祸得福的他抽出一页放在了面前，而上面显示的却是普罗米修斯号乘客的名单。将纸张进行翻页，马特差点被名单上的名字所吓一跳，上面显示的正是丽莎的名字。难道说丽莎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普罗米修斯号上的乘客？但为了不打草惊蛇，马特只好装作没看到一样，将纸条塞进了口袋里。而此时另一边的男人为了能够推翻马特的统治，于是打开铁门来到了下等人居住的宿舍。穿过杂乱不堪的人群，他找到了小女孩的姐姐。跟随着男人的方向，女人来到了船舱的停尸房，看着活蹦乱跳的妹妹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女人决定要让富人们付出代价。于是她召集了所有穷人们进行了反击。看着下等人拿着武器径直地朝着马特的方向走去，杰克意识到了不妙，于是他劝阻丽莎先回到1011号房间锁上大门，自己会挽回局面。事后的杰克趁着没人之际，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神秘的铁盘，在他调整按钮的位置时，锅炉房里的发电机竟离奇的启动，下一秒贝鲁斯号就消失在了海面上。直到天亮后，船员们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传送到另一片海域，大家都一脸震惊，但也无可奈何。此时已经夺得贝鲁斯号控制权的弗兰斯下令继续朝着纽约行驶。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晚上，无故死去的人却越来越多。临时军队找来了副船长，想要从他口中得知这些人死去的原因。事实上副船长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却告诉众人，自从那个男孩被救到这艘船上后，不祥的事情就接连发生。于是临时军队在副船长的带领下来到了丽莎所在的1011号房。因为男孩被救上来后一直和他住在一起，没有1011号房的钥匙，他们正准备破门而入，正好此时丽莎回来了。他们从丽莎身上拿到钥匙后，举着武器迅速进屋搜查，翻遍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没发现任何踪迹。临时军队也只能悻悻地离开。此时丽莎也陷入了疑惑，正在思考着男孩的下落时，却听到了地板下传来的敲击声。没想到他的房间里也有一个暗格，他询问男孩这些暗格到底有啥作用，男孩依然一声不响，
眼看临时军队越来越壮大，他想要找马特商量对策，却发现房门已经被他们从外面锁上了。当他尝试撬门时，男孩拿出了一只甲虫。甲虫一瞬间就把门打开了，男孩拉着丽莎的手，然后紧紧跟在甲虫的后面，果然找到了正准备逃走的马特，但是他们却没注意到已经被人盯上了。刚和马特会合没多久，临时军队就赶来了，对方保证只要一行人交出男孩，马上就放他们离开。几人当然不愿让一个孩子落入虎口，但是男孩却主动走向了临时军队。伴随着瓢泼大雨，人们聚集在黑夜的甲板上，临时军队准备把男孩当作恶魔扔进大海里，以此来阻止船上的人再次无辜死去。但保持理智的马特一行人很清楚，船员们的死不是男孩造成的，如果把他丢下海里，就等于又多了一个无辜的亡魂。随即跟临时军队发生了一场大战，然而在混乱中，男孩还是被扔到了海里。在这个过程中，他竟然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接受着即将到来的命运。随着男孩掉入海中，双方的战斗也就此结束。此时几乎人人都有负伤，马特一行来到了偌大的酒吧休养。随后马特找到了丽莎，拿出从普罗米修斯号上找到的乘客名单，质问对方为什么上面会有他的名字。看到这个名单，丽莎也陷入了疑惑，脱口而出不可能。就在这时，身后的柜子却发出声响，紧接着又冒出了耀眼的光。大家亲眼看见男孩被扔到了海里，都被这诡异的一幕震惊，而男孩却径直走到丽莎的面前，温柔地抱住了她。